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年年有余。华人新年少不了大扫除，可是有拖延症的我，当然就在新年过后才大扫除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静。If you don't understand Chinese, you can click on YouTube's closed caption icon down below for English subtitles.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近藤麻里惠这个人物？他是个整理顾问。最近 Netflix 有播放他的一个节目，叫做 Tidying Up with Marie Kondo。也就因为这个节目，他最近特别红。我呢没有钱去请他，所以就读了他的这本书《The Life-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用 The KonMari Method 来大扫除。从外头看，我的房间其实看起来不是很乱，对吗？可是你不要被他骗了，这才是我房间真正的状态。噔噔噔噔。因为我妈她真的非常不喜欢乱，然后她每次经过我房间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她把全部的东西都藏在这个角落，在外面就看不到啦。让我们开始大扫除。整理呢就有2大步骤，第一步骤就是要丢弃，然后第2步骤就是要决定把留下来的东西放在哪里。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把私人物品分成5类：衣服、书本、纸张、komono 也就是杂物，还有纪念价值的。我们也要按这个次序来整理，把全部同类的东西都放在一堆。其实这不是我全部的衣服，我还有衣柜呢，全部把它拿出来。Oh my god！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按着类别来整理的原因。如果不按着类别的话，我们是不会知道原来自己累积了这么多东西。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衣柜而已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衣柜还没空出来呢。衣服呢也是要按着次序来整理的，次序就是上半身的衣服、下半身的衣服、该挂着的衣服、袜子、内衣、包包、饰品、特定场合的衣服，最后就是鞋子。分类好了之后呢，就要选择要留什么。其实大多数我在整理的时候都是选择要丢什么，而不是要留什么。可是 The KonMari Method 刚好相反，你是要选择要留什么。如何来决定要留什么呢？那你就要问自己 Does it spark joy？哒哒，他的名言出来了。Spark joy 的定义又是什么呢？在他的书上写着说 We should feel a thrill of joy when we touch it。真的会有 feel 到这个东西吗？我不知道啦，因为 thrill of joy 基本上是无形的，很难去真正的衡量。现在我们要做那个 Does it spark joy 的测试了，就是要把东西拿在双手里，感觉一下。没有吧？没有就放在这边。留吧。其实呢，很多东西 spark 不 spark joy 我不是很清楚，可是就是觉得将来我永远不会穿它了，所以就把它丢掉了。所以呢，我对这个 spark 不 spark joy 这个方法不知道它管不管用啦，反正我就知道不要了。很累，而且还没有完。Oh God！ 最困难做决定的就是那些我自己亲手做的衣服，比如说这件秋衫，它呢其实是 Spark Joy 的，可是我可能永远再也不会穿它了，因为没有场合去穿。它也是我亲手做的，所以真的很不舍得丢掉，我先留着吧。这些都是不 Spark Joy 的，先放在一边，不要管它。And this is the Spark Joy ones because 我的房间没有位了，所以我就把它移出来。其实呢，麻里惠她有自己一个独特的折衣服的方式，可是我决定，我不会按照她的方式来折我的衣服。如果你想学她怎样折衣服呢，可以在 YouTube 上找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它整理好，该折的折，该挂的挂，然后把它们放在衣柜里。这些都是要挂起来的。当你折衣服的时候，你又再次会把衣服一件一件的拿在双手里。我觉得呢，这个时候你就顺便可以问一下自己，这件衣服到底值不值得你的时间和精力去折？如果答案是 no 的话，那对不起了，你不 spark joy， 再见。OK， 接下来就是这个衣柜了，乱七八糟的化妆品。这些呢都是我想要改造的衣服，可是已经不懂几十年没有去碰它了，所以根本都不知道原来这样难打开。
这个是我去冬天国家的衣服，所以我不碰它，因为我冬天的衣服就这么多。这也是一堆我要改造的东西，也是几十年没碰它了。The KonMari Method 不仅仅是一个清理的方法，它也会让人改变价值观。一个价值连城的东西，可能在你的心里它是不 spark joy 的，那你留它来干什么呢？在这个快时尚的世界里，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了这个买的念头。所以进入这个处理方式之后呢，我想我以后买东西也会想清楚。虽然它便宜，也觉得值得这个价钱，但是你买回家后，它会是 clutter 还是会是 joy 呢？终于把衣服清理干净了，耶！我丢的比我留下来的还要多。我的衣柜现在一个完全是空的，除了那个啦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这边看起来也好像是空的哦，因为我的衣服全部都装进了这3个抽屉。actually 是2个，这个不算，因为这是内衣和泳衣，这个都是短裤、长裤，还有长袖的衣服，还有裙子。短袖的衣服、无袖的衣服，还有连衣裙，还有都是挂着的夹克啦，其他的连衣裙啦，空。好久不见的地板，在阴暗的世界里过得还好吗？别看桌上还乱七八糟的，那是因为我只整理了衣服，还有4个 category 还没有整理。我会继续处理那4个 category 的，但是会不会继续录视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步骤，就是把全部堆在一起啦，然后不 spark joy 啦，然后丢掉啦，然后就把它整理好。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我就可能会录个视频，还是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，就在下面留个言嘛，让我知道你们想不想看这些一堆不 spark joy 的东西要怎么处理呢？在新加坡有很多 donation centers， 你可以把它捐款的。我呢就选择了 Green Square。为什么选择 Green Square 呢？那是因为那个机构它会来到你的家门口来收你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不用扛着这一堆东西出门了。而且如果是10公斤以上呢，它这个 service 是免费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在它的网上也清清楚楚的写着你捐款的衣服是怎样处理的，是不是真的这样处理呢？我就不知道啦。非常感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。想要看更多的话，那就订阅我的视频，并且把小铃铛打开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